卖报了！卖报了！卖报了！小贱蹄子，都什么时辰了还不出来磨磨蹭蹭的？要不是徐府开恩，把这个走失多年的小贱蹄子给找回来，现在还说不定在哪个烟花柳巷里端茶倒水。哎呦，大晴天打个伞，你脑子瓦特掉了！赶紧赶紧！身为家奴，以下犯上，不成体统。哎呀，我刚刚竟然被这贱丫头给镇住了！无处犯戒，当遂神魂。我本上古巫祝血脉，为救苍生逆天改命，触犯天道，唯有轮回100次，枉死100次，方能赎尽罪孽。时辰到了，装神弄鬼！什么时辰到了？都什么时代了？3、2、1。哎呦，真的下雨了！耶！快点，快！你有爆弹火拼啊！哎呦！没想到这一世，枉死来的这么快，甚好。千年来，我替人生，替人死，我不断穿越进枉死之人的躯壳，替其走完这最后一程。重轨，我终于要完成100世轮回了。白金城，你个小赤狼，难道非要与我青龙帮鱼死网破吗？田老七，这西街的堂口我们玄武盟保定了。青龙帮若是再不识时务，你这帮主位置也就做到头了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我们走着瞧。此人竟能阻我命地的灾劫，还是我错判了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多谢。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白少帮主，礼记言，男女不亲授，不通问。你刚才对我行搂腰之举，之后又没给我道歉，还言语轻薄，真是个登徒子。放肆！你！此人面相，乃叛主弃义之相。登徒子，我好心好意救你一命，小姐为何恶言相向？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便还你一卦。3日后亥时，你会因人背叛，有灾劫缠身，多加小心。我一卦价值千金，你我恩怨两相。接我的人呢？要不我送你一程吗？今日徐府的下人都敢对我如此轻待，看来要想枉死前在许家安稳度日，要恕我嫡女之位。既然白先生如此盛情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他竟然就是许家那个从小在花街为奴长大的真千金，真是有意思。你在想什么？怕我吃了你啊？白先生，礼记言，男女不杂作。你我现下共处一车之内，本就不合规矩。
如今你又这般贴近，实属轻薄，还请您自重。是，哪儿来的老祖宗？不是许大小姐，如今啊，都在讲男女平等，我们同车而行，近身相谈，不过是寻常社交，你怎么还如此墨守成规啊？这个时代难道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吗？有些规矩是礼节。哎，白先生，你这是故意拿我消遣吗？许大小姐，看你这般守旧，倒不像是从小在烟花柳巷长大的人。看白少帮主这模样，倒是个以貌取人之辈。倒是一副伶牙俐齿。我们彼此。许大小姐，我特别好奇，你那算命的本事是真的假的？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那该怎么解啊？我总不能一直等着吧？白先生若信我，应当提前准备，方能化险为夷。少帮主，许大小姐到了。多谢。哎，之前见你喜欢，送你。没想到他竟然注意到了这个。不过，白先生，礼记言。哎，停！我知道你又要讲什么男女有别的大道理，这不过为了抵你的挂钱，没那么多讲究。那就多谢白先生割爱了。白先生，后会无期。后会无期，有意思。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少帮主，刚才那个许大小姐说的叛徒的事，如今世道兵荒马乱，信口开河的事还少吗？他随口一说罢了。就算真的有叛徒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对吧，第三？哎，对。对位犯煞，血光当空，大凶。这次又死不了了。季奴，刚给你准备的欢迎礼炮，还满意吗？许延琛，许家嫡长子，我的亲弟弟。延琛，你怎么能朝姐姐开枪呢？她之前一直在烟花之地为奴，那里的军若是开枪，可都是要人命的。你这不是要吓死姐姐吗？许思和，休战雀巢20年的假千金。什么姐姐？不过就是个妓奴。妓奴踏进老宅大门是要被打断腿的，要不是我手软，现在定让她爬着进来。二人之念想，也非大奸大佞之人，只是不聪明罢了。一身的狐媚味儿，不知道勾搭过多少野男人，真把自己当千金小姐了。哎，姐姐，你如今是许家的大小姐，你可要瞒好过往那些不堪之事，别让外人笑话我们许家。聒噪！一个从烟花柳巷爬出来的烂货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许家谁才说了算。下人放肆就算了，许家以孝为本，你敢对嫡姐动手？你还敢踹我？刚刚是我仁子才没有打断你的腿，现在我一定要让你脑袋开个洞！
姐姐，你别冲动啊！你开枪啊！你以为你能吓到我？你开枪啊！来而不往，非礼也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背叛。说说看，你想怎么死？爷，我没有。你不能因为那贱女人的一句话就……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叶阶，这就是你出卖情报给东瀛人的证据。爷，有人威胁我，他抓了我媳妇儿，说如果我不在3日后老夫人的寿宴上闹事，我媳妇儿就得死。所以我还在狡辩？你早就把你媳妇儿送回老家了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爷，把他拖走。我没有，爷，我没有啊，爷。密切监视东瀛人的动向。是。另外，明天早上我要许家的全部资料。我很好奇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许家，如何培养出许颜秋这样的奇女子？我的回礼还满意吗？你个贱人，好大的胆子！若是你再敢对我出言不逊，我不介意再来一次。但是这一次，我就要来真的了。在外面吵吵嚷嚷，不成体统。观着许老爷子的面相，本是有福之人，可为何这许家家宅的气场，临危惊喜之物，却被镇压于香炉之不去？此香炉所临困煞，正以许氏气运为食，扰乱其心智。没规矩的东西！你想做什么？此香炉乃是邪祟之物，需要立刻毁掉。胡说八道！这青铜香炉明明是我找风水大师给祖父求来的寿礼，怎么可能是邪物？此炉摆放西北前卫，本应镇宅安家，但此灵纹镇压于炉身，反称困龙之势，不仅无法避邪，反而会吸走许家的运势。若不及时处理，恐有血光之灾。你一个从烟花柳巷混了20几年的妓奴，懂什么风水奇运？3日前我们许家是否有货船在海上失事？而你抵押了城西祖宅，填补了亏空，是否有此事啊？此事只有我一人所知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混账东西！许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，抵押祖宅的事你都能做得出来？你是想把许家几辈子的家业全败光吗？祖父，这几年东瀛人一直对我们码头生意进行打压，货船也接二连三出事，我也实在周转不开，才出此下策。那你们想想看，是不是这些事都发生在此炉入宅之后？确实如此。自从这香炉摆进客厅，货船就接二连三出事，先是仓库莫名失火，又是货船碰礁。不可能，这都是巧合。若是祖父您还不信，你可以叫人来查看，这炉的底身必定有皱纹。你何错之有？无需为他们求情。秋儿身为许家的嫡长女，应该有以身作则的责任，但由于秋儿离家太久，未能对弟弟妹妹进行教导，使得他们如此交好，便是秋儿的错。如此识大体，不愧是我许家的嫡长孙女。好孩子，这几年你受苦了。过往种种，皆是磨砺，也让秋儿明白了家族的重要，
日后俊儿一定会以身作则，让我们许家的血脉发扬光大。好，好，好！3日之后，是护城第1大帮玄武盟白老夫人举办寿宴，到时你便作为我许家的嫡长女，和严琛他们一起去。谢谢祖父。等等，3日后，玄武盟，白先生后会无期。真没想到。既然嫡长孙女回归，那秦徐两家的娃娃亲多半要提上日程了。确实不是亲生的，一身小家子气。许燕秋，你这个贱人别得意的太早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我在许家的地位。你若再不走的话，3秒后你会有血光之灾。他们信你的鬼话，我可不信。不过如此。田园地方律令9章，田园地方律令9章，我亦施法，法力无疆。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玄武盟那帮狗东西把咱们西街的堂口给占了。还有，我们安插进玄武盟的叶三儿，竟然是东夷人的暗探，被白金霄铲除了。什么？白金霄，你欺人太甚！道长，你快帮我算算，何时才能扳回这一局？天极县西南方向有命定之人，此女命格特殊，与少爷八字相合。少爷若能成亲，不仅可解少爷病症，更能助青龙帮气运昌隆。西南方向，西南方向与少爷八字相合。少爷，莫不是前段时间许家刚找回的那个大小姐许燕秋？老爷子早年给我定下娃娃亲的对象，便是许家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少爷，此乃天意，还望秦少爷速速行动。多谢玄继子道长，马上备下厚礼，去徐府，就说白老夫人寿宴，我要亲自去接许大小姐。是。白进霄，等我与许大小姐完婚，今日你抢走我青龙帮堂口，明日我便能把她抢回来。少帮主，许家的资料都在这儿，跟之前调查的情况差不多。不过，属下倒还发现一件事：许家和青龙帮的少帮主秦云曾订有娃娃亲。许燕秋小姐回后不久，秦家就给许小姐下了拜帖。娃娃亲，我看上的人，可轮不到秦家觊觎。老夫人寿宴，好好准备，不容有错。是。姐姐今日这身装扮，莫不是想在寿宴上艳压群芳？可惜啊，明明有婚约在身，还这般招摇。白家的高枝，可不是谁都能攀的。秦家大少虽说体弱多病，常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堪比活死人。不过，一个是从烟花柳巷爬出来的，一个是病殃殃的药罐子，但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。对素未谋面之人，妄加揣测，恶语相向，这就是许家教出来的规矩吗？
别拿你那些老古董规矩压人，你一个野丫头有什么资格跟我说？我有没有资格？昨天祖父已经下了定论。倒是你，许家的嫡子，不振兴家业，却在背后嚼舌根，这说出去，丢的是谁的人？你别仗着祖父宠你，你就宠我？我守着是许家的百年规矩。如果你们2个人还把自己当许家人，那就谨言慎行。我不介意再教你们一次，什么叫长幼尊卑。许大小姐这一番训诫，您这英姿飒爽的模样，不亲自记录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这就是玄武盟那位翻手为云的少帮主，传闻说他杀伐果决，可这眉眼竟比刘洋时见过的西洋电影明星还要夺目。若是我能成为他的未婚妻，许大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，白少帮主，怎么如此唐突？许大小姐，您可能误会我了。这在西方是一位绅士表达欣赏的方式。您若不相信的话，我倒是记得许二小姐好像也是留洋回来的吧？确实如此。不过，姐姐没有在西洋留过学，不知道这些罢了。既是礼节，那方才是我误会了。若是这样的话，还请白少帮主多多包涵。那便是自然。这只簪子，就当是我给你赔个不是。蓝凤和明簪。